如果大家以后看到奥克这个品牌都不要买就对了，这个厂商真的非常的累，非常不负责任。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今天再继续开箱我自己乱买的一个东西，它也是一台电竞的掌机啊。那阿达之前也开箱过像这台 Steam Deck， 也开箱过周哥，这两台呢都是这种类型的机型里面算往便宜的那种靠拢的。那高阶的呢，就像阿达之前介绍过的 Arnia， 但是那个时候它的处理器还不是目前最新规格的，不是 AMD 的 6800U。在8月份的时候它在 Kickstarter 是全世界第一台采用 AMD 6800U 的电竞掌机。当然，如果你现在来看的话，现在其实中国就有很多台也开始用6800U 的处理器了。那像 GDP 还有像 Arnia， 它也准备要出2代。那今天我们先为大家介绍这台 AOK Zoe A1。开箱了，也是不小台耶。所有配件在，这是主机本体。另外呢，它还有附一个100瓦的 PD 充电器，它其实一般的 PD 充电也可以充那也有送一个编织线。那我大概看了一下，我们 Kickstarter 募资买的它跟中国版少了一个盒子，这有点好，那我们先从这个本体开始看起。Kickstarter 它募资的型号有几个基本都是搭载 AMD 的 6800U 处理器，然后8寸 1920×1200 的 IPS 萤幕。那记忆体部分它最低就是16GB 的 RAM， 都是使用 LPDDR5 6400 MHz 的记忆体，算是蛮高阶的。那 SSD 部分呢，我有看过中国那边的拆机影片，它都是使用2280的 NVMe 的 SSD， 不好拆，但是它更换的成本就比较低一点，不像 Steam Deck 2T 的 SSD 要8000多块以上。我后来放弃，我只换了 1TB 而已。我买的这台呢，就是 32GB RAM 2TB 的 SSD， 就是顶天的等级，而且电池比较大一点。接下来我们看到它摇杆的部分它的摇杆呢，内件是搭载霍尔摇杆，你也可以另外跟它换日本的 ALPS 的摇杆。那机身本身呢，具备3轴陀螺仪，还有3轴加速感应器。在玩一部分的游戏它如果有体感的话，是可以拿来做体感。另外呢，机身它搭载2个双线性的震动马达，无线上网能力是使用了 WiFi 6E。现在目前最快的，在萤幕两侧这边，这个是立体声的喇叭，那旁边这里呢，则是可以自定义的 RGB 的灯号。电池部分呢，则是有48瓦时跟65瓦时2种规格。机身尺寸呢，它是282×125，重量是720公克。它的体积大概是比 Steam Deck 小一点点，但重量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不过 I/O 部分，老实说，我是觉得它相当的有诚意。它在机身的上方呢，有 USB 3.0 的连接副，还有一个全功能的 USB 4.0， 还有一个耳机孔、音量键，还有电源键。在机身的底部还有一个 USB 4.0 连接副 microSD 的卡槽。那在机身的背面这边，还有一个隐藏式的立架，可以这样子直接放在桌上使用。外接萤幕外接键盘滑鼠，蛮好用的。然后呢，它支援15瓦均衡，那最高呢还可以开到28瓦高性能。在萤幕的右下方有一个 Turbo 键，可以快速做切换。那它肩键部分呢，则是使用微动开关的一个设定。它的键程呢是 8.5mm， 左半边还有一个十字线的摇杆。它不像 Steam Deck 还有一个触控板，不然它萤幕本身是触控的。原则上外部配置是这样子。那它拆机也不难，但是这一台因为我已经买到顶天了，所以我应该不会像 Steam Deck 一样拆机原则上玩电动的话，相容性最好其实还是 Windows。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机来看看。3、2、1，开机。开机了。出来了，跑 Windows 11，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搭载3轴感应器的，会自己旋转。那我个人会建议把旋转那个功能把它锁定，就不要让它这样转来转去，因为这种机器大部分还是玩电动，不要这样整自己。好，我看一下，然后 OK， 好。奥克呢，它本身是有搭载一个电玩的界面，就是它可以去调整功率，最低由4瓦开始，那也可以调整 GPU， 还可以调整风扇。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它设定的东西还不错。接下来呢，大概会玩个几天到1个礼拜，再跟大家报告说它的使用体验是怎么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游玩跟体验之后
在这边阿达简单做一下使用后的一个心得跟分享。那在外形部分呢，相对我之前玩过的这几台掌机来说啊，它就是相对比较厚重。奥克似乎是找中国另外一间公司啊 X One Play 去做代工，所以他们的造型非常的相似，差异就大概是在氛围灯那边的配置吧。那另外在操作手感上，因为我是选量子蓝的最高阶的版本，所以它的重量就比较重一点。由于机身比较短，而且又比较重的关系，你单手握持的时候，它单边的重心会感觉这台机器重很多。那如果你双手握持，其实还好。那不过呢，这个外壳它的材质非常容易沾纸，这点我是觉得有点扣分啦。另外机身的四周按键都有各自功能，左上角就是返回，左下角呢它就是一个快速切换，它可以把你现在执行的软体最小化。那另外还有一个键盘的虚拟键，按下去之后呢会呼出虚拟键盘，但是呢这虚拟键盘非常的小，还放不大。最后一颗呢是个 Turbo 键，按下去之后会呼出奥克它的一个客制化软体，在里面可以去调功率。那我个人最受不了就是那个超小的按键的那个虚拟键盘因为它小，那这台解析度又高，所以导致你非常很难点得准像一般的掌机以前的配置大概是 800P， 这台已经到 1200P 了，那个键盘又这么小，按起来认真来讲是非常痛苦的。那奥克本身呢又没有配置像光学滑鼠或者是一个滑鼠小红点那种配置，认真讲在 Windows 界面底下不是很好用。简单讲一下我手上这台的规格，它采用的是 AMD Ryzen 6800U 处理器，那它的 APU 规格是 Radeon 680M， 那内建的记忆体有 32GB RAM， 我是选配到 2TB 的 NVMe 的 SSD。老实说，我买这台就是为了测 6800U 而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测试的简单的一个报告。用 Geekbench 去测试它的单核是1033分，多核是6088分。Cinebench R23呢，单核是1250 PTS， 多核呢是10510 PTS。那它内建的 SSD 读取是2700 MB， 写入呢是1979 MB， 速度也不慢。那用不同的功耗下 ，PCMark 延伸办公场景，大家可以看图。那28瓦的时候，最高可以到5967分。Panspy 呢，最高功耗跟一般功耗差了600多分。Fast Try 呢，它最高可以到6688分。如果你不在意续航的话，把功耗拉高，的确可以立竿见影的感受到效能提升。不过风扇也会转得很快，那电池也掉很快。不过它可以外接 PD 的行动电源的使用。那接下来来看一下游戏的差异。玩穿越地平线在低画质下，15瓦大概是每秒50帧，28瓦可以到60帧。19瓦中间的那一段它只差了3帧如果你要玩的话，19瓦足矣。Cyberpunk 2077在预设高画质1920×1200的解析度下，开启 FSR，15瓦的每秒的帧数是 19.15 帧，19瓦呢是23帧，那28瓦可以到26.3帧。但是呢，如果你把解析度调到 800P， 然后中画质，15瓦会到每秒30帧，19瓦是36帧，28瓦到41帧，算是可玩的程度。那荒野的大镖客呢，我直接就用 800P 来测了，15瓦的时候它就有57帧，而且你拉高的功耗，它的差异也没有很大。然后如果你改为低特效甚至都接近60帧，我就算玩全萤幕的 1080P 或 1200P， 它都是顺的。那古墓奇兵暗影在 1200P 的解析度下，15瓦它是26帧，19瓦是30帧，28瓦是35帧。那如果你把解析度改到 800P 的话，15瓦会到39帧，19瓦是49帧，然后28瓦可以到57帧，已经接近60帧了。玩各种模拟器也非常适合，甚至它可以说是为了模拟器而生。目前市面上你所知道的模拟器都能玩。那依照你设定的功耗不同，玩游戏的话，如果开到最高功耗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我讲的是65瓦时如果是一般的话，15瓦或到19瓦就可以到2个小时或以上。如果你是拿来纯做电脑上网，比如说你就设定15瓦，它可以用到3小时到5小时左右。好，看完效能测试之后我分享一下我这次购机的心路历程。我买这一台奥克相当的曲折，因为我不是从中国买的，在当时那个时候，在 Static 上募资的奥克呢，它会比中国早开卖，而且价格不会比中国贵。那我就想说，我干脆募资买一台，然后等到收到的时候，我可以做一个台湾第一台6800U 规格的掌机来开箱。结果呢，奥克自己因为各种理由这台出货 delay 了快2个月，中国那边也骂翻了，搞到中国其他的6800U 掌机全部都出货，它还没出。这样就算了，
因为他自己跟 StarTick 的账款交接有问题，导致他自己没办法收到 Tickstar 的一个款项，那发了一封信说不好意思，要等我们修改，关我们屁事！你自己的错，为什么要 delay 到我们消费者？结果这件事又拖了2周，真的非常的离谱。然后在等待过程中中国还率先开卖了，我操！中国开卖之后就各种噩梦开始发生，人家到货之后荧幕点不亮，不然点亮有亮线。他们一查就说萤幕的韧体没写进去，真是很离谱哎。还有它萤幕规格跟宣传的资讯不符，哔哩哔哩那边有那个UP主被他害死了。然后最靠腰的时候因为 StarTick 的募资已经结束了，我们还不能退订，心情真的非常受影响。拖了2个半月之后收到这一台，官方给的补偿是什么他给了一个中国结，真的超白痴的，那就算了中国出货出的比 Tickstar 快。那卖的比 Tickstar 便宜，最靠腰的是什么？知道？中国区买的还有送一个 C 型盒，那我们 Tickstar 买的没有送任何东西，只送个中国结。然后我写信去问我们这最高阶的 delay 那么久，只拿到一个中国结，他什么都不回。然后我去他的 YouTube 频道、推特频道、Tickstar 的留信箱去问，全部都不回。然后呢，我生气跑去中国京东官方卖场问，你知道他们客服给我回什么？亲，这跟我们无关亲，不好意思造成你的困扰然后更吐血的是你不送就算了，那我自己买好不好？他这个新型盒没有卖，写信问他我可不可以买，不行。然后呢，因为他卖的不好，所以他没有副厂配件。现在看起来奥克承诺 SteamOS 的客制版的软体我看也没什么希望因为他连现在基本的一些低级错误都修不好了。如果大家以后看到奥克这个品牌都不要买就对了，这个厂商真的非常非常的雷。非常非常不负责任。整体来说这台奥克的掌机它其实并不是很差，甚至可以说我觉得不错。我也没有遇到中国网友他们那边讲的说，萤幕的颜色偏暖，我觉得这个颜色我自己还 OK。在中国奥克还算负责，他直接延长保固，然后免费收送。你 Tickstar 你就自己自求多福。我是觉得这个产品比较可惜，就是制造商摆烂。它的一些思路上有点奇特，譬如说像这个萤幕键盘那么小，我还不如用内建的。还有它的软体升级部分，感觉接下来就会售后不理有点可惜。最重要就是说就因为它解析度高，它没有虚拟滑鼠的配置。如果拿来把它当电脑用，老实说会非常困难。如果你没有外接键盘滑鼠的话，那软体键盘就不说了。我看了一下，像也没有自定义快捷键功能如果有的话，请大家教我。那这台整体来说是个规格顶天，但制造商软体能力差，而且客服趋近于零的一个厂商我只能说非常的可惜这台全世界第一台6800U的掌机它的体验与效能虽然很好，但是整体使用起来却没有到我觉得好用的感觉。我也希望说它振作一点赶快把客服处理好不好？不然你卖个7型盒给我好不好？真的很困扰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样开箱的，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